你有没有发现，这2年连外资都不想搭理中国了？不是因为没看到机会，而是他们在逃难。彭博社刚刚发布的重磅调查显示，创纪录数量的美国企业已经冻结了在中国的投资。是冻结，不是减少，不是收缩，是彻底按下暂停键。而更扎心的是，这不是个别现象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外资大撤退。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刚刚出炉的最新报告，接受调查的美国公司中，仅有不到一半表示计划在2025年继续投资中国。而就在去年，这个比例还是80%。短短1年，暴跌了超过30个百分点，创下自2006年该机构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。要知道，受访者可不是几家小公司打打酱油，而是清一色年收入在中国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巨头。这些企业曾是中国经济最坚定的金主爸爸，如今却用脚投票选择逃离。中国真的被抛弃了吗？过去的30年，外资企业和中国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暧昧关系。特别是加入 WTO 以后，中国靠着廉价劳动力、土地红利、庞大的消费市场，把欧美资本全都拽进了世界工厂的梦幻局里。苹果、英特尔、高通、通用、波音、辉瑞，哪家不是靠中国工厂起家的？可现在这场蜜月期终于走到了头。彭博社的数据已经说明一切。27%的美企已将部分业务撤出中国，或正在撤离中，创下自2016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新高。75%的企业担心中国的报复性关税，因为他们的供应链依赖美国投入，中国打击美国，实际上也让这些美企陷入成本地狱。近40%的企业干脆不再新增任何投资计划，处于观望甚至躺平状态。更可怕的是，近70%的公司担心自己未来5年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将会不断缩小。简单讲，中国已经不是他们心中的金矿，而是变成了雷区。这一次连体面都不演了。为什么这些美企突然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样，开始躲避中国？原因有3：一是政策太不可预测，从北京突然出台的出口管制法，到对外国企业突击检查、数据限制、网络封锁，再到对美企一波又一波的报复性政策，企业最怕的不是成本上升，而是无法预期。你今天跟我说欢迎外资，明天就给我查账、封资料，我还敢投资吗？二是消费利他了。美企原本最看好中国的是中产消费市场，但现实呢？今年上半年，消费信心仍在低谷徘徊，社零增速比2023年还低。而且中产都在降级式生活，海底捞换成了锅圈，苹果换成了小米，星巴克换成了瑞幸半价券。你指望他们去买原价的耐克、耐用的通用汽车、高端的苹果 Vision Pro。3是制造业不赚钱了，这点最惨。根据官方数据，2024年制造业利润同比下滑 11.9%， 一些外企工厂，比如富士康、三星、索尼等，陆续传出裁员、出售甚至关厂的消息。连曾经最香的代工天堂都不香了。更要命的是，中美贸易本身也快撑不下去了。6月份刚公布的数据触目惊心，第2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暴跌 24%， 而整个中国出口整体却增长了 6%。 换句话说，别的国家都在买中国货，只有美国在疯狂砍单。你以为这只是个贸易数字？错，这是中国制造整个出口链条的心脏地带在心梗。而且这不是偶然，是一种战略转向。根据这次彭博社的调查，32%的美企表示，过去3年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下降。更有约40%的公司明确表示，
美国出口管制政策让他们在中国的销售额下降，客户关系破裂，品牌形象受损。这背后其实就是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冷战，而中国正处于寒潮中心。还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问题，叫产能过剩。过去2年，中国企业卷得毫无人性，新能源汽车卷、光伏产业卷、芯片半导体卷，甚至连螺丝钉和牙膏都在卷。问题是，这些产品谁来买？国内市场已经饱和，出口又被欧美设置层层壁垒。彭博的这项调查里显示，42%的受访企业表示，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对他们的经营造成严重影响，比去年猛增了17个百分点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外企来了中国，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和别的外企在竞争，而是在跟背靠国家补贴、无限融资、不要利润的中国同行打价格战。试问，这种环境谁受得了？你辛辛苦苦建个厂，结果隔壁一个本地企业靠政府输血加国企订单加舆论引导，直接把你卖惨了，价格低到你都怀疑人生，还没法告他垄断。而政府在干什么？数据说话，超过80%的媒体认为，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人为扶持了原本不具竞争力的本地企业，其中近60%的企业表示，政策引导消费者买国产，已经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在华销售。这还叫公平竞争吗？越南、墨西哥、印度成了新中国，跑得掉的都在跑，留在中国的是跑不动的。你以为这些美国企业不投资中国是因为经济下行？不是，他们只是不想把钱砸在下沉的泥潭上。过去1年，我们看到外资加速涌向东南亚，苹果在越南新增了几十条生产线，甚至考虑在印度生产 iPhone 16。英特尔宣布斥资150亿美元，在马来西亚扩建芯片封装厂。特斯拉也计划在墨西哥设超级工厂，而不是中国。就连百年老店可口可乐都在东盟投资建厂。他们不是不投，是不再选中国。对比很刺眼，2024年上半年，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8%，而越南吸收外资同比增长13.1%，印度增长超过18%。中国正变成被替代者。你要知道，资本最现实，哪里赚钱哪里稳，他就去啊。而中国又不稳又不赚，还政策摇摆。中国政府常常喜欢说外资撤离是误解，我们依然是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。可现实呢？数据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。2025年已经过了一半，但没有一家外资巨头宣布新的中国投资计划，没有一个在华外企高层出来发声说看好未来，没有任何一个重大项目在新闻里看到落地开花。信心没了才是最致命的。这场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，近70%的受访企业表示，未来5年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还会继续下降。翻译一下，我不光现在不投你，未来5年都不想看你一眼。而信心的背后是看不见的，但足以摧毁一切的东西：制度不确定性、政策不可预期、数据不透明、产权不安全、言论不自由。哪怕经济数据包装的再漂亮，哪怕一线城市夜经济搞得再热闹，只要投资人心里没底，中国就会像现在这样，看似庞大，其实空心。如果外资真的跑光了，中国将面临什么？你以为外资撤离只是少几个工厂、几个写字楼？错了，那只是表面。真正的灾难是多米诺效应全面爆发。税收减少，大量外资企业离开，会导致地方财政雪上加霜。本来靠土地财政撑着，现在连企业所得税都保不住。就业锐减，外企一走，大量白领失业，蓝领无工可做，就业市场雪崩。谁来吸纳这些人？
消费崩溃，没收入就没消费，消费低迷，反过来打击内需市场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技术空心化，很多高端制造的技术和人才来自外资一手带动，撤资一旦成潮，创新能力大幅倒退。人民币压力，资本流出，美元紧缺，人民币汇率失稳，外债偿还风险上升。最可怕的是，失去信任后的逆转极难。过去中国用了30年才换来一个世界工厂的标签，如今只用了3年就把自己变成了风险地带。你觉得国际资本会再给中国一次机会吗？曾几何时，投资中国是华尔街口中的金科玉律，是哈佛商学院的经典案例，是世界各国仿效的成功模型。但如今，这场神话正在被现实一寸寸撕裂。媒体撤资、订单外流、外资寒冬、信心塌陷，这些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正在发生的国家级信任危机。或许10年后，人们会在经济教科书里写下这样一句话：中国不是被打败的，而是被自己亲手吓跑的。